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石破天惊的话，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直指人心深处的迷惑。世事如梦，人生百态，究竟有何真实可言？我们每天使用的杯子，我们的身份，你我之间的关系，难道都只是一场幻影吗？为何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反复告诫我们，不要执着于一切现象，不要落入名相的陷阱？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智慧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表象的迷雾，探寻本质的真相，揭开佛法中最深邃的智慧宝藏。当我们洞察万象的虚妄本质，是否就能照见那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？如果你也在追寻人生的自在与解脱，如果你也想在纷繁事项中找到那一份宁静与智慧，请与我一同走进《金刚经》的殿堂，探索佛陀留给我们的究竟开始。在我们这个纷繁的世界上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名与相。譬如桌上的这只杯子，我们称之为杯子，因为它有能盛水的空间，有能握持的把手，有保护我们不被烫伤的陶瓷材质。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杯子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？记得有位老者家中有一只传了3代的青花瓷杯，视若珍宝。一日，孙儿不慎将其打碎，老者痛心疾首，仿佛失去了整个家族的记忆。智者前来劝慰，问道：这杯子何时成为杯子？是制作之时，还是你拥有之日？或许它只是泥土、水分、匠人巧思的暂时聚合，从未有过真正固定的杯子存在。这看似简单的提问，却道出了《金刚经》中的深刻智慧。所谓杯子，不过是泥土、釉彩、高温、工艺、形状等因缘条件合而成。若把它打碎成粉末，还会称它为杯子吗？若将它融化重铸成盘子，它还是杯子吗？可见，杯子这一概念，只是我们赋予它的名称与定义，并非它本身固有的实质。正如经中所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杯子的物质形态是色，但其本质的空无自性则是空。我们执着于杯子的名与相，却忽略了它本身无常变化的真相。更深一层说，我们对名相的执着不仅限于物件，更延伸到人际关系与自我认知中。就像东村的张伯与西村的李叔本是多年至交，却因一句你家地界越过了界时的争执，导致两家10年不相往来。他们各执一词，坚持我是对的，殊不知这对错我见皆是心生分别，执着于人相我相的结果。金刚经教导我们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就是要我们看清这一切名相背后的空性。明白了杯子无自性，人我是非亦无定向，我们才能放下执着，超越痛苦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杯子时，能否不仅仅停留在这是一个杯子的表象认知，而是了解它由无数因缘合而生，本无固定不变的自性？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个概念、每一种形象都保持这种透视的智慧？但这样的领悟并非易事。我们习惯于给一切事物贴标签，划分界限，执着于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。然而《金刚经》中的这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到底有着怎样震撼人心的力量？它如何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从而获得真正的自在与解脱呢？在大自然的静谧夜晚，星光如水，万物皆寂。这时一句话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，依然能震撼心灵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不仅是佛陀对弟子的谆谆教诲，更是照亮迷途心灵的明灯。金刚经中，佛陀以其睿智揭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：我们眼中所见的一切，无论多么真实可触，实则如梦幻泡影，转瞬即逝。这不是消极的虚无主义，而是洞察世间本质的智慧之眼。须菩提曾困惑地问佛陀：世尊，
如果一切相皆是虚妄，那弟子应当以何心修行？佛陀微笑，问他：你能分辨真假吗？须菩提答：能。佛陀反问：那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须菩提沉默了。佛陀慈悲开示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所执着的名利情物，乃至我们的身体，无不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。当我们紧紧抓住这些幻相不放，痛苦便随之而生。古时有位禅师带着弟子游山玩水，弟子问师父：何为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？禅师答：初学佛法，眼见山河大地，心知实有，是谓见山是山。弟子又问：那何为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？禅师道：见修佛法，了知诸法空相，是谓见山不是山。弟子困惑：那最后为何又见山还是山？禅师笑道：大彻大悟后，不着有无二见，山河大地宛然存在，却不为相所惑，是唯见山还是山。这三重境界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的生动诠释。破相不是否定现象世界的存在，而是看透其无常变化的本质，不再被表象所困。《金刚经》又告诉我们：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佛法就像渡河的主法，帮助我们从烦恼此岸到达解脱彼岸。但若过河后仍背负主法而行，岂不是自寻烦恼？有一行者曾背负主法行走多日，师父见状问：如已过河，为何还背负此罚？行者恍然大悟，放下主法，心顿时清安自在。这正是告诉我们，连对佛法的执着也要放下，更何况世间万法。空性的智慧不是让我们厌弃世间，而是教我们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任何相时，其心灵自然清净无染，般若智慧自然显现。真正的修行者明白，相虽虚幻，但性不虚幻。就如一面镜子，能映照万物，却不被万物所染。我们的心性也是如此，能觉知一切，却不被一切所束缚。在《金刚经》的智慧光芒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超越生死、超越苦乐、超越有无的大自在。当我们不再为相所惑，不再被名利所困，不再为得失所扰，心灵自然安住于不动之地。若能真正领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深意，我们还会为世间的成败得失而烦恼吗？还会为他人的赞誉毁谤而动摇吗？还会为生老病死而恐惧吗？但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种不执着的智慧呢？又该如何将空性的领悟转化为对世间的大慈大悲？人生路上，执着如藤蔓，缠绕心灵难解难分。若能体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金刚智慧，便能在困惑的迷宫中找到解脱之门。在城东有位名叫李老的长者，他一生辛苦，积累了不少家财，膝下儿孙满堂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日渐忧心忡忡。他时常彻夜难眠，思索着大儿子的生意能否站稳脚跟，小孙女能否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家族产业该如何分配才不会引起争端。李老的老友王和尚看在眼里，一日邀他同游寺庙。在一方古朴的茶几前，王和尚为李老沏了一杯热茶，问道：老友，你手中捧着什么？自然是茶杯。若这杯子摔碎了，还是茶杯吗？李老微愣，自然不是了。那么你所忧心的一切，不也如这杯子一般，本无定性？你的儿孙事业，你的家产名声，甚至你我此刻的身影，皆如过眼云烟，因缘聚散，何必执着？这番话如雷贯耳，李老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终日为虚妄之相所困，执着于子孙成败，牵绊于家业兴衰，却不知这些都如浮云，聚散无常，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把握。同样的执着也常见于邻里之间。城西的张婆婆因邻居的闲言碎语
而日夜烦恼。有人说他守寡多年，却穿着鲜艳，是不守妇道；有人议论他与远房亲戚走动频繁，有失体统。这些话如刀，日剜在他心上。一日，张婆婆在市场买菜，听见身后2个妇人又在窃窃私语。她正要转身理论，忽然想起佛堂里听过的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她顿住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心想：这些言语不过是他人口中的风，我何必为之起伏？这些评判也不过是暂时的现象，何须执着？他的心境渐渐开阔，不再为流言所困。每当听到闲话，便微微一笑，心中念着：此真实也。日复一日，他脸上的愁云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的喜悦。在体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之后，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在。有位修行多年的老者，曾经历尽世间冷暖，最终与万事万物和解。他常说：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从执着到破相，再到圆融，他的心不再为境所转，反能转境。当我们明白万象本空，执着便如冰雪消融，分别心淡去，慈悲心自然升起。那位因悟空性而心开意解的修行人，不再与人争高下，不再为得失烦恼，反而能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，以慈悲心关怀世间疾苦。见性成佛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，而是可以在每一念的选择中实践的智慧。当我们面对顺境逆境，能够关照内心的起伏，不被外相所迷惑，便是在践行《金刚经》的教诲。破除执着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原来生活中的许多痛苦都源于对名相的执着。当我们放下这些执着，心灵就如同一面明镜，清净无染，照见万物本来面目。然而，如何在纷繁世事中保持这份清明？如何在不执着的同时，又能积极参与生活呢？曾有一位老者问我：师父，理解了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知道一切皆是虚妄，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该如何安顿？既然万象皆空，那我们为何还要修行？我轻抚佛珠，笑答：正因为懂得虚妄，才能活得真实。人生如戏，但戏中也有真情。当我们明白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的深意，并非要我们消极避世，而是要在看破中活出智慧与慈悲。让我们看看如何将《金刚经》的智慧融入生活的点滴。有位年近70的张老先生，多年来身患顽疾，常年卧床。每日清晨，痛楚便如约而至，让他眉头紧锁。一日，他的老友送来一卷《金刚经》，起初他只是随意翻阅，渐渐的，那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如一缕清风，吹入他紧闭的心扉。他开始在疼痛来临时默念：此身如幻，疼痛亦是虚妄。奇妙的是，当他不再抗拒疼痛，不再执着于我在痛苦的念头，疼痛似乎变得轻盈许多。他的脸上竟浮现出久违的笑容。这便是转念之间，烦恼便是菩提的妙用。当我们不再紧抓烦恼不放，烦恼便失去了束缚我们的力量。正如祖师所言，净土即在当下，心静则土静。人生的苦难并非消失了，而是我们看待苦难的眼光变了。在菜市场里，有位60多岁的李婆婆，每天挑选蔬果时都纠结于价格高低，常因讨价还价与小贩争执不休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听闻《金刚经》中的智慧，深受触动。此后，她在市场采购时，每当心生计较，便轻声提醒自己：价贵价贱皆是妄想。渐渐的，她不再为几毛钱斤斤计较，反而常常与摊主谈笑风生。一日，一位摊主好奇地问她：李婆婆，您近来变化很大啊。她笑答：只是学会了放下心中的秤。这就是日常修持，从一念不住做起的智慧。我们无需遁入深山，
只需在日常生活中时刻觉察自己的执着，轻轻放下。观呼吸，观念头，观万物生灭，让心灵回归本然的宁静。邻里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彼此的执着。东城社区有对常年不和的邻居，因为一棵树的枝叶问题争执不休。直到老陈开始修习金刚经的智慧，他领悟到争执背后是各自的我执。于是他主动修剪了树枝，并送上一篮时令水果给邻居。这一举动让邻居十分意外，多年的坚冰因此融化。老陈后来常说，看破相而不失慈悲，才是金刚经真正的智慧。破相不是为了远离世界，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世界和谐共处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是非对错，不再囿于自我中心，自然能生出包容与慈悲，实现自他两利。金刚经的智慧不是高悬的明月，而是可以捧在手心的清泉。它教导我们在生活中修行，在平凡中见不凡。每一次放下执着，都是对自信的一次靠近；每一次慈悲相待，都是对佛心的一次印证。在这纷繁世界中，若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我们就能在喧嚣中找到宁静，在烦恼中看见清凉。这或许就是佛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，解脱的钥匙。但是，这种破相的智慧如何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中最深刻的痛苦与迷惘？当亲人离世，当挚爱分离，我们又该如何安顿这颗脆弱的心？回顾《金刚经》一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我们不禁重新审视自己的执着与偏见。原来看似坚不可摧的种种现象，都只是暂时的聚合，如梦似幻。当我们愿意放下对名相的执迷，就能在烦恼中见到清凉，在万境中觅得自在。杯子碎了，我们悲伤；亲人离去，我们痛苦；名利得失，我们忧虑。这一切烦恼，皆因执着而生。若能以般若智慧照见，便知一切如露如电，何必强求？希望每一位缘友都能将这份破相的智慧带进生活，带进人间，甘于当下，活在觉知，成就属于自己的自在与解脱。你是否也曾因执着而困惑，或在某一刻体会过《金刚经》的空灵之境？记得老禅时常说，心若不动，万物皆空；心若不执，万物皆通。放下执着，便是放下重担；明白虚妄，便是见性成佛。让我们共同在这红尘中修行，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佛陀的究竟智慧，找到真正的安宁与自在。